宾利欧陆，它绝对是光头的最佳诠释。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车都叫做 GT、GTS， 那什么是 GT 呢？它应该是一辆能够拥抱自然，在长途旅行中能够舒适驾驶的车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 GT， Bentley Continental。当绝大多数品牌都在追求浮夸激进的外形的时候，英国品牌依然将高雅这个词在一辆车上展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。这辆车的车身造型沉稳厚实，第二宽的车身比例凸显了英伦传统的绅士风范。前翼子板采用了先进的铝合金超塑性技术，这个翼子板从车门一直延伸到车头，罩住了2个内置的 LED 头灯。这个头灯打开以后像钻石一样闪耀，巧妙地融入了精美时尚的细节元素。车的前脸、后备箱盖还有车轮的轴心上面均配有红色珐琅的宾利徽章。车尾配有悬浮式 LED 高位刹车灯，超高辨识度的宾利尾灯非常的美。椭圆形的双边4出排气管如假包换，可以迸发出强劲有力的发动机声浪。后备箱的开启键设计在车标上，我们按下红3钮打开。这个打开速度还是很让人着急啊！后备箱的容积还是非常可观的。打开机盖就能看见这个 4.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它的最大马力有500匹，峰值扭矩有660牛米，配一个8速自动变速箱，4轮驱动。车门内饰也全部都是水牛皮。这里呢就是全触摸屏的中控了。它中控这里面影音、空调，还有一个后视镜调节的按钮，侧面呢都是一个滚花的设计，看起来非常的豪华呀。这里呢是一个钟表，在中控的中央，下面是空调的开关，按下去，空调就关了。中间有一个小凹槽，整个呢按钮是一个镀铬的设计，看上去就想让人摸一下。Number 4 Part Northern Territory. Do you want to enter a street or start destination guidance? Start the guide. The route is being calculated. 它这个车内空间整个都非常宽，腿部下面我都能伸直。是因为车的空间大，还是因为你腿短？车大。哦不，腿短。我应该怎么说？它这里储物栏其实非常的小，也非常浅，就是它把你所有的空间都用在乘车人、驾车人的体验上面了。它可以用这部分的空间来做一个更大的储物柜，但是它没有。可以做个更大的胖子。这里是全皮的 dashboard。我们这个顶棚啊，中间这里也都是小水牛皮包裹的，可能就是说好车和豪车的区别吧。材质上面就直接打压了。就豪车上你是一般人挑不出毛病来的，这叫豪车了。他想到了你没有想到的。对，就是摸起来高档，开起来高档，看起来高档3个方面。摸起来都是很舒服的皮。对，哪都是很舒服的，整个都是全皮包裹。对吧？开起来厚重，加速非常有力量，这就是开起来高级，看起来高级就是看起来高级。拐弯。拐弯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这车要是换别人，早把你戳下了。这车方向盘重不重？挺重的。这干嘛要搞这么重？因为它传递给你的是正确的信息，方向盘重，告诉你你的车是个重车，你别给我到处飘，给你一种一致的感觉，就是车身和操作的感觉是一致的，没有一种落差，没有一种违和感。当你如果车很重，但是给你做的方向盘很轻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 misleading。它重量和阻尼的这种设计，让你觉得它很重，同时但它很顺，很流畅。这车能漂移吗？不能。为啥不能？太贵。
你拿到票你还是人吗？是人的，那一定是有钱人。抱歉，我穷，我不是人，我穷，我不是人。它这个挡把也非常可爱，中间是一个圆嘟嘟的币。现在能按吗？这个车能按的比按下去的真的。这个车的阅读灯做的也是非常精致，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折光面，所以你打开之后看起来非常的耀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 Lane Cove 国家公园，看看倒车影像。哎，我的天，不忍直视啊！这个座椅调节在这边，就是靠背、座椅、腿部、腰部，还有3组座椅记忆。这个车的驾驶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节：第一个，我们把档位从低档摆到 S 档；第二个，我们进行减震器的调节，从舒适到运动；第三个，你可以升起你的尾翼；最后一个，你可以降低你的车身。这个 Continental 的驾驶位移坐进来，除了感觉非常豪华以外，还有2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换挡拨片特别大，而且它是靠上，而转向灯和雨刮的拨杆是靠下的，特别小，和其他车还蛮不一样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车门的设计非常的贴心，它有前后2个扶手，后面这个扶手特别方便于你开门，关门的时候也一样。我们来感受一下宾利的第2排。哎呀！呦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再往前点，还得再往前点，哎，这样我就可以滑下来一点，哇，第2排的座椅真的比第1排的要更软，包裹性更强。其实我更愿意坐第2排，真的还蛮舒服的，好软呀。这还有个小机关，我可以从第2排把窗子打开，这个前后连通的车窗打开后还是挺帅的。如何优雅的从第2排下来好像不行，哇！哎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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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感受一下这个车在山路里面是什么感觉。这个车开到山路里面来以后，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刹车真的很厉害。即使你速度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快，但是你只要给足刹车，它一定给你刹下来。它的刹车更稳，抓得更厉害。刹车是给你什么？刹车就是给你信心的。你刹得下来，你就有信心去驾驭这个车。转向也非常的精准，没有很重，也没有虚位。这个车跑山路的感觉是这么的顺畅，这么的舒服。可以走。我头一回坐一个车能听见发动机声音，听得这么清楚。这个车的隔音真不是盖的。它是怎么？你关了车窗，你听不见外面的杂音，但是你只能听见这个发动机的声音。哎，很特别啊！在这里面转，很特别啊。对，就像你看咱们试驾那个 Q8那个 SUV， 就是什么都听不到，就是静悄悄。对，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听见它的发动机在转。像我们以前啊，看那些车评视频，好多人都说，我们听听声浪，我们听听声浪。有很多人就追求这个声浪啊，声音大呀。但是其实你关了车窗，能这么清楚听到这个发动机的声音的时候，就不追求那种大声的声浪了。因为你心里知道这个车，它不需要一种聒噪来证明自己多么牛逼。调了一下 Sport 模式，感受一下。1、2、3。声音一下不一样了。过弯的转向非常的精准，底盘非常的稳。发动机的声音确实不太一样啊，确实不一样。在高速的时候，就是声音不大，但是你可以听得很清楚。现在的话就有种很明显的有声浪的感觉了。对，它也不是很大的声音，也是那么清楚。但是它就在那存在着的。这个车身这么宽，但是在这条小路上开起来还是觉得很灵巧，
哇，这个刹车真的是，如果是别的车，刚才那个刹车就会非常点头很厉害了。野马吗？嘿，哎呦！我的头都被甩出去了。这辆宾利的刹车就是那么的自信。我想到野马那个时候，真的。哇！我要下车！我在这老没有那么大车。再见。这个车开起来，它的加速性能有一种我摸不到它极限的感觉。我很难想象我会在什么情况下逼这个车发挥出它的极限性能。每一脚加速，你都会感觉它好像还有更多期待你去发挥。你看这个过弯真的是非常稳，对，太稳了。这又因为我联想到了野马。直道王，弯道王。我是真的不敢打方向啊！这个车刚才如果是野马的话，我不知道甩哪车。那我们就医院见了。这个就是一个8抬大轿，你让他走他就走，你让他刹他就刹，真的是舒服。哪儿都能去。这车开久了也不会累，坐久了也不累，整个座椅特别舒服。友情提示：其实第二排比第一排更舒服哟。由于这个车本身很重，所以说如果你不踩刹车的话，它自重也会把这个车的车速给降下来。这就叫做自动刹车。其实开到了运动模式之后，路感稍微有一点点清晰了，但它整体还是很舒服的。对，就小石子呀，还会觉得它会颠一下，但是如果在 Comfort 模式的话，你是完全感觉不到的。在这个山路上开下来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可以长途旅行的 GT。就这样的路，你给我开几百公里，我们都依然很舒服，不会觉得累。我觉得座椅材料上面也会有区别。一个车的舒适程度，如果要从长途旅行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座椅真的非常重要。它的支撑性，它软硬程度的平衡，还有它的包裹性。有些车你可能短暂的开一开不会有感觉，但当你开下几百公里来，可能真的人都废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说后排比前排更舒服，因为后排包裹更好。一个车的座椅它不能坐得太舒服，太舒服会影响驾驶员的这个注意力，会想让你想睡觉。但是后排就可以了，后排你就睡吧。我们的节目一步一步从老爷车到性能车再到家用车，那我们用什么去定义一辆豪车？怎么去定义 GT 呢？它应该脱离了那些浮夸的形容词和具有挑战性的操控，它应该彰显的是独特的品味。相对于车身造型的高雅沉稳、强劲的动力以及优雅舒适的巧妙融合，它更应该有的是酣畅淋漓的快感、收放自如的驾乘体验，以及在驾驶中给予你无限的乐趣和信心。这就是真正的 GT， 这就是 Bentley Continental。